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来看看舌诊的方法和注意事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腕舌的体位和伸舌姿势。我们先来学习舌诊的体位和伸舌姿势。受检者正坐位，重病患者卧位也可。受检者面向光亮处，使充足而柔和的自然光线直射口内，避开有色门窗和周围色光较强的有色物体，以免舌的颜色产生假象。要尽量的张开口，昏迷病人可用压舌板撬开口，或用开口器。总之，要充分的暴露舌象。伸舌时要自然放松，毫不用力，舌面应平展舒张，舌尖自然垂下下唇。如果伸舌过分用力或伸舌过久，会产生假象，所以观察时动作要敏捷。舌诊时要按一定的顺序进行观察，一般先查看舌尖，再看舌中、舌边，最后看舌根部。由于舌质的颜色容易变化，而舌苔一般不会随着观察的时间长短而变化，因此望舌应首先看舌质，再查看舌苔。若一次望舌判断不准，可让病人休息片刻之后再重新望舌。除了通过望诊了解舌象的特征之外，为了使诊断更加准确，必要时还应配合其他的诊查方法，比如刮舌练苔法，可用消毒的压舌板的边缘在舌面上由舌根向舌尖刮3-5次，若刮之不去或刮而留有污渍，多为拟实症；若刮之即去，舌体明净光滑者，多为虚症。再比如开舌，可用消毒的纱布卷在食指上，蘸少许清洁水，在舌面上开摸数次。这2种方法可以鉴别舌苔的有根和无根，以及是否染苔。此外，还可以询问舌上味觉的情况，舌体是否有疼痛、麻木、灼辣等异常的感觉，舌体的运动是否灵活等等，以协助诊断。诊舌时，为了使信息准确，必须注意排除各种操作因素所造成的虚假舌象。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：第一，需要注意光线的影响。望舌时，以白天充足而柔和的自然光线为佳。如果在室内或者暗处，以日光灯为好，避免有色的门窗或者是光源。比如，光线过暗可使舌色暗滞，白炽灯下或手电筒下可使舌苔变黄等等。第二，我们需要注意饮食和药物的影响。由于某些食物或者是药物会使舌苔染色，称为染苔。比如，喝牛奶豆浆会使舌苔变白，吃橘子会使舌苔变黄，吃乌梅、橄榄或长期吸烟会使舌苔变黑等等。染苔不属于病变的舌苔，由于干扰了舌象的信息的收集，因此要尽量的避免。如果看病以前吃了一些导致染苔的食物或者是药物，最好先刷牙或者是漱口之后再看医生。第三，要注意口腔对舌象的影响，比如缺牙者可造成同侧舌苔变厚，镶牙者可使舌边留有齿印，睡觉张口呼吸者可使舌苔增厚变干等等。以上这些因素所致的舌象异常都不能够作为机体的病理真相，临床上应该仔细的鉴别，以免误诊。本节课就讲到这里。